我一直觉得要做一瓶台湾传统的酱油，就跟写一首诗一样。写一首诗，它有很多平仄啦、押韵啦、字数的限制。一瓶台湾的传统酱油也有很多限制，例如人力，它并不是你按一颗按钮酱油就会出来，它需要大量人力，一定要用那个小颗的红瓮，然后它又只能一个平面，因为它要晒太阳。台湾传统酱油，它因为它是透过曲菌的发酵，所以它时间上一定要在4个月以上。那好一点的话，就会超过1年。经历了人这件事情、空间、时间，它才可能搭配出一罐台湾传统的好酱油。我叫谢义笃，我是义鼎兴第2代制酱人。那我两个儿子，一成一哲。我是依晨，在玉林这边的话，比较多是负责对外公关、行销还有研发的部分这样子。我是宜哲，目前在家里面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在生产还有品牌的营运这一块。人家讲到我们西螺镇，就会想到酱油。1947年那时候是才开始做酱油了，那个时候生活状态比较不好，那时候是阿嬷在华秋桃。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工作机会，所以爸爸跟我的阿姐一起就把这个酱油建立起来。那个年代台湾是很安全，家家户户都没有在关门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，我们直接就把酱油拿到他的厨房去，看他吃了多少酱，我们就补多少酱油补进去，然后把空瓶子抓回来。一般来讲都是在年底才会收钱，没有收钱就回家了。就是这样的生意的方式，以前是台湾就是这样子哦。后来我们到民国79年的时候再分开嘛，那现在的话我们搬到外面，所以还是树大就会分枝啦。很多人都说导游就是盐啦，最辣盐，然后觉得很廉价的东西，可是其实它就是要经过发酵啊、酿造6个月的时间。酱油会产生那个鲜味，就是要靠那个曲菌去分解。台湾的版本就是用瓮，日晒的酱油它其实会有一股甜香。但是酿造就是只有黑豆跟海盐 mix 在一起，那不搅拌，那这样子的风味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它的香气很浓，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。日本酱油的酿造通常需要小麦在一起加成，让它香气可能变得更好。可是黑豆不用，黑豆一个人他自己就够了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品项是用台湾豆。我们2、30年就是用东北豆你忽然转成台湾豆，那味道就不一样。台湾文化第一个它是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，蛋白质越高的话，它的鲜度就会越好。一般酱油的发酵，它使用的可能是面粉，可是台湾黑豆酱油很特别的，一定是用这种稠坑。那稠坑的话，它没有麸质过敏的问题。加逼坑的关系就是要扩散我们的发酵面积，因为其实种曲它的量并不会很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加 V 坑帮助它的发酵。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曲菌，那它是日本的曲菌，所以我们之前有改成台湾的曲菌，很难发酵。藉由这个曲菌去分解黑豆里面的蛋白质，就会吃起来有那个鲜味。我都跟大家说，你如果要瘦身的话，就来我家吧。可以增脸又可以练身体。豆子其实已经泡水了。那豆子很特别的是，它因为不同的产地跟它的品种，它泡水的时间就不一样。那泡水的时间非常影响发酵的品质。水应该已经泄完了。我们是看这个温度，然后这边看压力。像现在就可以看那个颜色，像这一次的那个豆子的花青素就没那么深，你看，它这个颜色是比较淡的。然后通常呢，这时候要先吃一下。哦 ，perfect， 超棒，很伤。你时间如果煮的不够刚好的话，它可能会硬硬的，那不然就是太烂，它是刚刚好的。多伤呢，不会讲的 QQ，
QQ。这个就是我们制曲的流程。我们放置常温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曲菌给放下去了。对。然后今天我们在摸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舒服，这打伤哎，可是它又吃起来又很松软，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的状态。整个制曲的过程温度跟湿度这是相对的你湿度也要高，然后温度就要适当。你若冬天你在用你的温度安那卡都卡不起来，室温低于25度长不出来，它就很慢。夏天的话是3天，然后冬天的话我们大概4到5天。你要救你一定救较累，我给我来。在明天早上的时候也就开始发烧啊，都像人在发烧一样发烧。记得在研究所那时候，因为写论文真的超级的辛苦，然后我就很常打电话回家。有一天在打电话的过程里面，就闻到那个酱油的味道，然后大家都说你骗笑了，怎么可能？那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我长期做酱油的关系，我的手已经沾了酱油的味道。所以那一刻我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酱油就像我的血液一样。然后我在想，是不是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？因为台湾的酿造的过程里面不像日本，日本是天天搅拌可以帮助发酵，可是台湾的酿造呢，因为是静置不搅拌，所以曲呢也不能养得太漂亮，可是你要养得刚刚好入曲，然后好洗。那像这个黑豆的表皮上就比较没有那个曲的话，代表它未来在酿造的过程比较不容易发生变异。这个曲只要长在里面，然后我们把外面的那些曲菌把它洗干净之后，其实它的发酵会很顺遂。就是它里面有曲菌可以分解里面的蛋白质，然后外面的那个曲又不会发生变异，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要的状态。可是很困难，它就是一个甜蜜点。然后其实这个澳洲海盐，我们会希望用海盐，原因是因为它里头有矿物质。它其实可以帮助酱油的熟成。再一个，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还会再加盐水，因为它会蒸发掉。其实你盐水下去之后，它很酷的是，它最后表面会长得很漂亮，像木星一样，因为它的那个酱油会上升，然后再下来。不断的每一批把曲养好，然后放到这个瓮里面，那自然它就是在养瓮的过程。对，那久了，你像老瓮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晾干式的那种方法就是特别香，也比较快一点。这个算老瓮啊，这就是啊，60年以上啊。陶瓮它本身上算是最理想的一个酿造方式，因为它本身导热比较好，而且还有毛细孔。这个瓮还是有它的因果的关系存在，所以说它上一代好，下一代应该会不错。对。这个不错，超级香。我们家的做法很简单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每一锅酱油里面会有干式酿造的豆子跟半水的豆子。那其实这样综合起来，它的香气跟口感会特别好。因为干式的是着重在香气的部分，然后半水的部分是着重在口感的部分，就没那么咸，然后又很香这样子。OK， 把一瓶快快。哎呀，这个是直接挖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我们家最少酿6个月了，那如果可以酿越久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用越久。像这个就1年多。然后你看这个酱油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，再挖低一点。因为台湾的酿造很特别，是它一定要经过日晒，
所以经过日晒之后，你知道酿造的好的话，其实会产生一种甜香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其实都会在上面发现什么蜜蜂。这种就是咱那个杉啦，杉木，对。所以它最奇妙的地方是它的对流，它这里没有任何的动力，比如说抽风机跟鼓风机都没有。它只要你火一点上去的话，它自然，它的烟跟火会在里面自然形成一个自然的对流。我认为说它经过这样的长时间的煮的话，味道会更好。因为现在台湾也不可能用这种灶了。所以我们想要留下这个灶，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，因为我怕它失传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留下来。我们在看酱油的质地的时候，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挂杯。我们就拿一个杯子，然后滴一滴酱油，然后看它流得多慢。你流得越慢，它的质地跟成分就越高。欧德油真的不是开玩笑，它真的是台湾很特殊的品相。你搅拌的话，你其实上层下层味道是一样，可是你不搅拌的过程，你离空气也就等于离杂菌越远的地方，就是最底嘛。那它其实就是最咸又最香的一个酱油。那台湾好的酱油就是这个湖底油这个品相，是好到可以当汤头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种鸡汤的概念。去一个地方，我会去那个地方的市场，这个地方的人吃什么东西，我觉得是最直接可以感受到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这样子。那这些其实就是风土，真的只有台湾有黑豆酱油，它真的可以代表台湾。那黑豆酱油就在西螺这个地方。你会发现黑豆酱油的酱厂最多就150年左右而已，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在清朝那时候就进来的。当时进来的还是黄豆酱油，可是那时候是中国做酱油的方法，不像日本还会有加一个小麦的部分。那久而久之，他们可能也在那段时期把黑豆带了进来，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开始去尝试就是黑豆酱油的酿造。那久了，大家好像反而比较喜欢用黑豆做出来的酱油，那就变成了一种风土的味道，而且是属于台湾的一个记忆。那变成这个真的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，我嘛是一个理想派来讲，我是不是用做一款足好食的豆油来互人会当怀念的一款豆？这以后慢慢那个一代一代的传人。所以虽然我们会有经历很多的失败跟挫折哦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拢是种经验的一种。对我来讲，这拢是进步的一个阶梯啦。所以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经验来讲的话，都是会造就一罐好的酱油的基本元素都在里面。